我们的血管给我们身体输送营养物质，还有排出废物的作用。若是血管堵塞，那么身体也会出现问题。那我们该如何判断血管是不是堵塞呢？可以看一看脚，如果血管堵塞，那么脚部会出现水肿或者是晚上脚痛的情况。那我们平时该怎么预防血管堵塞呢？可以多做3件事。一、多运动，生命在于运动。若是每天能够坚持运动，像慢跑、散步、打太极这些运动能够帮助改善血液循环，预防血管堵塞。2、多吃通血管的食物。那平时没事的时候可以多吃一些番茄、苦荞、苹果、橙子等这些食物能够帮助我们补充身体的营养，还能够清理血液垃圾。3、不熬夜。经常熬夜容易导致血液粘稠，使血液流速变慢，所以保证充足的睡眠，不熬夜有利于血管的健康。乳腺增生是女性的一大困扰，大多和爱生气、压力过大、生活不规律等有关。今天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可以帮助改善乳腺增生问题。在地上铺个瑜伽垫，跪立在上面，两腿分开，然后将身体慢慢的向后仰，双手分别的放在左右脚的脚踝上，头部自然下垂，颈部保持放松，这样坚持10秒，还原到跪立的姿势，这样反复的做3到5分钟，每天可以做2次。这个动作可以促进全身血液循环，伸展身体两侧的淋巴组织，还能够疏通胸部周围的经络，有很好的疏肝理气、消除肿块的作用。那每天坚持练一练，让乳腺更健康。有乳腺增生的女性朋友，生活中还要注意少生气，保持乐观的心态，多进行运动锻炼，还可以多吃一些有疏通乳腺功效的食物，对乳腺健康有帮助哦。肝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器官，如果肝脏受损，那么体内就会堆积毒素，对身体健康不利。想要养肝护肝，除了要养成好的生活以及饮食习惯外，还可以试试多用农村一种草泡水喝，这种草就是蒲公英。蒲公英是一种野菜，在农村遍地都是。别小看蒲公英，它有很高的药用价值，被称为药草皇后。不仅可以清热解毒、降火气，还有很好的养肝护肝的作用。经常用它的叶子泡水喝，能够促进新陈代谢，修复受损的肝细胞，有很好的养肝护肝的作用。春天的时候，大家可以将蒲公英的叶子晒干，留着泡茶喝。没事的时候喝一杯，能很好的呵护肝脏的健康。相信很多中老年朋友对3七和阿司匹林都不陌生，它们都有预防血栓的作用。其实除此之外，在我们身边也有一些天然的阿司匹林，经常吃可以帮助清理血管、净化血液、预防血栓。玉米可以说是血管的清道夫，能够很好的预防动脉硬化，因为玉米中含有丰富的脂肪，而脂肪中又含有不饱和脂肪酸，尤其是其中的亚油酸含量非常高，能够减少胆固醇在血管中的沉积，有很好的软化血管、清理血液垃圾的作用。还有一种就是常见的大蒜，大蒜是常用到的调味品，经常吃大蒜能够降低血液粘稠度，还能够帮助降低血脂的含量，也有很好的疏通血管的作用，能够预防血栓的形成。不过要注意，有肝病的人，还有虚弱有热、脾虚腹泻的人就不要吃大蒜了。这个社会节奏的变快，压力也越来越大，这就使很多人的身体处于一个亚健康的状态，所以大家要多注意保养身体。在我们身上有3个部位是长寿的开关，没事的时候大家可以搓一搓，有很好的舒筋通络、活血化瘀的作用。第一个，经常搓搓手。我们手上有很多经络和穴位，经常搓手可以帮助调理脏腑。搓手很简单，双手掌心相对，然后相互搓就行，直到掌心发热为止，每天可以多搓几次。第二个，经常搓搓脚。脚和手一样都很重要，可以每天睡觉前泡泡脚，泡完脚用手掌心搓左右脚的脚心，搓100次就行。搓脚心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调整人体机能，对延年益寿有帮助。第3个，经常搓搓脸。先将双手对搓搓热，然后再搓脸，单方向的从中间向两边搓，每天搓50下。搓脸可以促进脸部血液循环，让人更。现在有很多人都有高血压，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人，
高血压对身体健康有很大影响，所以降血压是很重要的一件事。那除了降压药，还有什么简单的降压方法呢？今天就教大家一个小方法。这个方法很简单，就是拍打内关穴。内关穴属手厥阴心包经，具有宁心安神、理气止痛的功效。在我们手腕横纹向上2寸，大约3指宽的2筋之间。按摩时，我们可以用大拇指进行按揉，或者是用手掌拍打，每天拍打100下即可。对内关穴进行刺激，可以改变血管的收缩和舒张，改善血液循环，不仅可以保护心脏，还有调整血压，有很好的降血压作用。大家要注意，按摩的方法只能帮助辅助降压，平时还是要以降压药为主，再配合日常的保健方法，就能够帮助我们平稳血压了。大家都知道，血压高的人得服用降压药，血压才能够得到控制。其实除了吃降压药外，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减压按钮，经常的按一按也能起到降血压的效果。这个地方就是足三里。足三里相信很多人都很熟悉了，在我们小腿上外线下3寸4横指的位置。足三里是足阳明胃经上的穴位，具有调理脾胃、补中益气、通经活络的作用。按摩时可以用拇指按揉，或者是用拳头敲打，每次按摩5分钟左右即可。这个穴位没事的时候就可以按一按。那按摩足三里还可以扩张血管，对调节血压有一定的效果。血压高的朋友可以试一试。除此之外，经常按摩足三里还能有效的缓解失眠和头晕、眼花等症，很适合中老年人哦。生活中如果想知道自己身体好不好，可以看看我们身上的一些表现，比如手，如果手上没有下面3个信号，说明身体还算健康。指甲出现竖纹，容易折断。那正常我们的指甲都是光滑、红润，并且很坚韧的。但如果指甲出现竖纹，很容易被折断，那么就要注意了，可能是身体出现了问题，最好检查一下。手掌心出现白色斑点，在我们手掌的中间位置是胃部的反射区，如果这里出现白色的斑点，就可能是脾胃不好的表现。建议大家平时少吃生冷、辛辣刺激的食物，多注意养胃。手掌肝区发青，在我们手掌心、生命线和智慧线的夹角对应的是肝区。如果这里有发青的情况，就要小心肝脏的健康了。那平时养肝，注意多进行运动，保持一个好的心情，少熬夜，这样对肝脏健康有帮助哦。年纪大了，最要注意的应该是血管的健康。如果血管堵塞，身体就会跟着遭罪，所以要好好的养护血管。如果身体出现3个异常，就要小心，可能是血管堵塞了。第一个，视力模糊。我们眼睛周围分布着很多的血管和神经，如果出现短暂性视力模糊、眼前发黑的情况，就要考虑可能是血管堵塞了。第二个，四肢麻木。我们的四肢处于血液循环的末端，是需要足够血液供应的，但如果出现四肢麻木、乏力的情况，就要引起重视，也可能是血管堵塞了。第三个，头晕头痛。如果脑部血管堵塞，大脑供血不足，就可能会出现头晕头痛的情况。如果你总是无缘无故的出现这种情况，就要考虑血管堵塞了。血管堵塞不是小问题，所以身体一旦出现异常情况，就要及时的进行检查。放屁是人体很正常的生理现象，我们常说屁大点事儿，其实屁大点事儿有时也关乎着健康。若放屁出现2种情况，可能暗示大病到来，尽量不要拖。第一种情况，放屁次数增多。日常生活中，如果我们吃了含淀粉类的食物，比如红薯，可能会出现放屁次数增多的情况，但如果不是饮食引起的，就要小心，可能是身体出现了问题。若还伴有腹胀、腹痛、腹泻等现象，就要引起重视了，最好及时进行检查。第二种情况，放屁非常的臭。虽然放屁臭是正常的，但如果发现自己放屁非常的臭，味道连自己都接受不了，那么就要警惕，可能是消化道功能差或者是肠胃疾病引起的。这时也不要忽视，也需要及时的检查。
别看放屁是小事，但是却隐藏着健康隐患，所以大家要提高警惕。若出现异常，抓紧时间进行调理。肾脏相当于人体的净化器，对我们来说呢非常重要，尤其是男性朋友。生活中男性都很注重自己肾脏的健康。其实，当肾脏出现问题时，身体会发出一些信号。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。第一个，晨起时尿液发黄。男性朋友晨起时可以观察一下，那正常的尿液应该是淡黄色或者是无色的，并且没有异味和气泡。但如果发现自己尿液变黄，而且有气泡，就要小心，很可能是肾脏出现了问题，要注意调养。第二个，晨起时脸色发黄。正常情况下，我们的脸色应该是红润有光泽的，尤其早上醒来，脸色应该是非常好、精神饱满的。但如果发现脸色发黄，而且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，建议大家检查一下肾脏，很可能是肾脏出现了问题。如果早上起床后你出现上面这2种情况，就要好好的养护肾脏了。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，大家还想知道哪方面的养生小知识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，我们会在第一时间给大家解答哦。